你一定也玩过大富翁哦，知道那个阿土伯哦？你知道大富翁其实是人生模拟器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10年买3间房子是炒房啦，那个网红杰哥哦，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跟你讨论哦，该先享乐还是先买房哦？我们先看一下新闻，这个新闻的标题哦是工地男4年存50万拼买房，他问没房怎敢玩乐，先两派论战哦，这是很典型，对不对？啊，就一个网友说他不懂为什么大家在没买房子之前啊就这么敢花钱享乐，然后他说他花了4年多的时间，不交女朋友，不逛夜市，不逛商圈，不买饮料，不喝酒抽烟，不买100元以上外食，放假就跑外送，终于在今年买了自己的房子。哦啊，这个话讲出来之后，当然就是直接引战啊！啊，就有人呛他说，所以你要出国玩乐、享受人生是下辈子后的事咯。哦，那你老了之后，就只有那间房子跟满满的工作这类的说法。那我问你啊，你是怎么看这个议题的？哦，老实说，我觉得他蛮猛的哦。这个可以过4年这样的生活，我都觉得那个不叫生活，那叫生存吧。我看哦。我顶多点饮料，然后不加珍珠。好啊，那我超商都等友善时光我才去买，没有啊，因为我忙完的时候大概也只剩超商可以吃这样。哦，那我是这样看哦。你说这4年以后他都要背房贷，然后背个30年，对啊。但是你至少比没有买房的人博了一个比较好的开局啊。哦，因为你有机会提早人家5年、10年享受到这个时间的红利。哦，就资产增值。我们在之前一支影片已经有讲了，玩5年买房后，在账面上会少赚多少钱？这影片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房价的涨幅真的都比你加薪速度还要高。那你越早加薪，你薪水自然会越高。所以你要知道，买房子就像玩大富翁哦。大富翁是什么就不用多讲了哦，这个大家都玩过啊。没有玩过的话，你可以去下载一个哦，现在手机上都有。大富翁玩法是这样，就是说。大家那真的是共产主义玩法哦。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所有人现金都一样多哦。那你可以拿这个钱去买地、买道具哦之类的。那你买了地以后，人家如果经过你的地，他就要付过路费。然后如果你把那个同一块土地哦，那个房子越盖越厉害的时候，过路费就会提高。反正最后的时候哦，人家会出局，就是那个过路费高到他破产这样好。反正你没有钱的时候啊，你就输了哦。那玩大富翁要怎么赢？就是早点买地，多买地，然后房子盖起来哦。越早盖的人越容易赢哦。那你也可以用什么飞弹啊，去炸人家房子啊，只是那个效益就真的不大。最后赢的人哦，在大富翁这游戏里面，一定是房子盖最多的哦。那我们现在就很像在玩大富翁，只是现实中并没有什么均富卡哦，大家一样有钱哦，没有穷神哦。不要说你想赢这个大富翁，台湾哦，这个出生就含金汤匙，这个有钱人真的很多，非常的多哦。你在你的生活周遭你感觉不出来，你真的去看那个统计数字哦，官员自己都会得出那结果，台湾有钱人这么多，民间太有钱了这样。好，我们就只谈哦，你要怎么在这个游戏里面待得久，最稳健的解法就是你就去买房子哦，然后等待时间让你的收益成长。好，你现在是不是要讲说我也可以买股票？对，股票好来。就问哦，以大富翁这个游戏而言哦，你看哪个人玩大富翁是靠股票赢的哦？那个股票即使他赢了，那他会怎样？他会去买房子，对不对？所以这个也非常呼应台湾现实的状况。来，我问你哦，买股票等10年，跟买房子等10年，你觉得你想要做哪种人哦？对啊，所以你最后要知道，就是你一出社会就在棋盘上开始强制游戏了，你知道吗？哦。你没得选的，这个就社会就是这样的吼。你也可以选择不存钱买房，然后每个月出国玩啊，吼，每个月有点夸张啊，吼。那大概你1年出国3、4次啊，吼，这个就像你买大富翁的时候没事，你就买一堆陷害道具，什么炸弹啊、监狱卡很粗鄙的，然后去弄别人。当然一开始很爽啊，吼，大家都会怕你，吼。但是玩游戏玩到不用到后期，吼，到中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之前那个被你害去做监狱的人，为什么资产比你多？然后你开始要付他过路费，人家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把钱拿去买房买地，所以就算你把他抓去监狱，那他一样能收过路费，所以人家的资产还是这样在膨胀。但是你那个钱没有拿去买房子，就没有过路费可以收，那你就只能依靠每次走回原点那几千块来过活，然后等人家觉得说，资产差不多够的时候，
他就买一堆道具来炸你哦，最后出局的还是你，所以想清楚哦，早点入局才有翻牌的机会。就是那个游戏都有说明书啊，你就看认真看那个说明书，其实你就知道啊，这个游戏要怎么赢哦，大概路径就是长这样。同理哦，台湾现实社会这个游戏有没有说明书？我跟你讲有哦，什么有？就写在法典里面了哦，就是我们一般来看的那个法律法条，那个就是现实社会的游戏规则啊，就去看它，慢慢看。我也是无聊的时候拿出来看它，不是有那个全国法规资料库哦，然后我没事我就在里面翻法条哦，然后那法条上真的是引用来引用去哦，那啊就都看了哦。我现在比较多在看那个地政目哦的，反正就是跟房子有关的这些法条哦，其实我看一看漏洞不少呢。真是漏洞不少呢哦。好，这个改天再讲，或者放在会员影片再讲。我们讲这个要被骂啊。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好，我们今天聊为什么工人买得起房，你却买不起。好，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网友过4年，哈，他没有娱乐，只有加班的生活哦。我看那个不是生活，那个是生存哈。最后成功付了一间房子的头期款哦。那我对这个看法是说，他虽然要背20-30年的房贷，但他至少比没有买房的人博到一个比较好的开局，因为他年轻。而我用玩大富翁来比喻大富翁的玩法，就是看谁买地多哦，盖的房子多哦，然后越多的他就越难出局，然后这个到游戏中后期要变大魔王这样哦，就很像我们现在财团。而如果我们大家都在这个牌局里面，你想晚一点出局，唯一的方法就是早点买房子。虽然如果你先拿钱去买道具，出局很爽，大家怕你，但你后期要赢也非常困难。所以我想问你，你以前玩大富翁常常赢吗？那你觉得怎么玩才会赢？那个如果你是打电脑游戏，那边用外挂，那就不要出来讲了。如果你想知道我是怎么观察台湾房市的，记得关注加爱心，或是加入会员频道。我现在开了有收钱，对，里面会讲政策解读，对，每次那个政策出来我的 LINE 就爆炸，都在问说央行升息怎么办啊？我们这怎么看呢？我每次这样子回，又臭又长，人家也不看所以那干脆就来做个收费的会员频道，然后我在里面就讲政策解读这就不是一般房地产大众他会想要去了解的东西，他就知道会涨会跌这样就好了。那像我们有在看市场的人分享一些比较政策方面的资讯就给它放在付费会员频道不然我流量会超级烂，那影片出来都会影响后面的流量所以有了这个会员频道分享给你，讲八卦讲八卦，不要再讲等继承累了每次都这个。好，以前就有拍过等继承的影片没印象的话可以去复习一下。反正就是说你出国玩或是每周一次破2000块的大餐这都是消费消费就是消费掉了就这样你有没有买东西？有啊，当然有啊。你买到的是美好的人生体验人生体验，这没有不好。像老高有一支影片，不是也在说那个什么人生就是来收集体验的碎片什么有没的来作为你的分数。好，那对，这是一条路径没有错我也很羡慕啊。我那边看人家出国玩我也觉得很好啊。像那个日本旅游，我每次都觉得说日本台湾的话不是想去就去了吗？对就是觉得想去就去，就以后再去去到现在，我到现在还没去过日本好，那这个没有不好，美好人生体验这有什么不好？但是就很可能你资产会没有办法参与到累积跟膨胀那我也懒得说什么巴菲特那个名言，什么你今天花掉的1块钱是未来的10块钱或是什么的，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啦，没有人不懂啦那只是未来累积资产去严重压缩自己的生活，那就变成你这样活在未来里，那这个到底划不划算？你确定是你的未来先来，还是意外先来你是在过生活，还是在拼生存？你好好的人生这人生只有一次，你好好的人生却变成一个痛苦的修行，然后看起来没有尽头，这到底理不理想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稍微兼顾两者呢？我思考出来了我跟你讲有真的有先说结论你先买房子他妈还是回到买房子这条路你先买房子，你买房子之后，你本金加利息去还款，你不要用宽限期本金加利息硬生生去还款还款了3年以后，你再用再跟银行用房子拉一笔小钱出来花用，这个
不是真贷哦，就是你还多少本金，这个可以再拉出来而已哈。好，也不是二胎哦，不要搞错哈。比方说，你就拉一笔20万、30万，哦，这很小的钱哦。你说20万、30万干嘛不去办信贷？我们干嘛要办信贷哦？就有房子嘛。好，比方说20万、30万，你就拉出来，好，这笔钱你就慢慢去还给银行，用房子拉出来的钱哦，它利率比较低啊，然后还起来比较不会痛。也不需要一次要你还出大钱，也不需要办信贷，你就慢慢还就好了，就是理财型房贷啊，只还息不还本，这个都可以。好，那其实你今年、明年出国的钱就有了，对啊，你要去日本北海道滑雪去啊，哦，你要去韩国追星去啊，哦，你要买车哦，头期款也可以啊，哦，就是算是一种相当稳健，能够兼顾资产成长跟消费的方式，你参考看看，这是真的哦。就很多的那个家庭哈，就儿子女儿要出国念书，他不是就要一大笔钱嘛？可能200万、300万之类。你以为大家那么有钱哦？那个银行里面就趴着300万、400万、500万这样等着用，没有嘛？当然就是用房子去看怎么把它变出来哈。然后家庭还在慢慢还这个钱，但他儿子女儿就博得了出国去进修的机会，对哦。那房子来生钱这种方式，好，今天你看那个200万、300万是巨额花费。对，那还起来也会很有压力。但如果你今天只是拉个20万、25万的话，银行还爱办不办的？你就觉得你干嘛拉那么少啊？你要不要考虑信啊？我就不要哦，就要用房子。好，那你就这样搞哦，然后你就出国啊，对啊。我们大家去日本不会有什么超级高的消费嘛哦。如果你要那个东京夜生活那种哦，就不要在这个频道里面留言哦。对啊，OK 啊，所以你要兼顾这个。享乐主义哦，然后又兼顾资产增值。台湾房子的规则不是画给你了哈，就是长这样啊，你可以去理解，你可以去用啊，又不是叫你说，你只能买房子，你永远都不能做那个享乐消费，可以啊，可以啊，房子可以啊，对啊，生一点小钱出来，然后这笔钱怎么办？花，用力花哦，想怎么花怎么花哦，然后你慢慢还。那此时你就知道哦，我现在花钱都是借来的，好，没错，好，这还起来是有压力的，你自然也会把这个钱这样花的比较精明啊，花的比较痛快嘛，对吧？好，那货比三家，然后哪间餐厅，然后怎么样，哪间店不错，就这样，好，这是我所思考出来能够兼顾资产成长，哦，又能够兼顾享乐主义的一种方式，哦。嘿，那我自己也去用看好了，我去拉看，我拉个10万、15万，我看银行要不要理我哈。如果有的话，我就拿来去日本一趟好了。我们日币现在这个样子，好像不去真的不行啊。参考看看，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了哦。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哦，买房置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哦。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哦，你不要搞错了。那置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哦。我的心得哦，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置产的房子，你是要自产欸，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哦。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好出租哦，不是你喜欢哦。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啊，就你是要出租你不要自己住哈。所以什么高楼层啊、有景观啊，其实这种条件哦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哦。租金租的是行情哦，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哦，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啊、面中庭啊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个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好，那你就去挑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都可以你爽就好。第三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好的自产物件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
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了，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真的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0%，这个要讲不完啊。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那新手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那变成说它有涨没错啦，可是它涨的空间也不大。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然后漏水又壁癌就 OK 啊。这个没办法训练这是心魔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就觉得很可惜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往往都是那没整理条件不好什么地落层、面中庭那自住客门一打开，他乱糟糟的，他就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杀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整理到 IKEA 风该换的都换，都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所以就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第三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最后我看好高雄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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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因为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